据环球网消息，美军国际警察又出动了。美海军所属的蒙特雷号巡洋舰于上周在中东海域的阿拉伯海北部拦截了一艘无国籍的小型帆船，并且在上面缴获了一大批非法武器。就美军自己的话来说，这次能够拦截是因为美军在该国际水域进行例行登船检查时发现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军拦截的地方是在中东海域，距离美军自家地盘离的是108000里。美军就这样大摇大摆的在这里拦截其他国家的船只，并缴获船上的物品。虽然这次没有挂国旗，但是这也大约是因为中东的特殊缘故。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军名为缴获，实则强抢。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还表示，这批武器和此前被美国拦截的其他伊朗运输给胡塞武装的武器类似，而且根据对船员的询问和调查，这艘船应该是来自伊朗的。有分析人士也表示，这条路线是伊朗革命卫队向胡塞武装补给的路线，而且这不是美军一次两次的拦截，5年之内已经多次被美军拦截，所以美国这就光明正大的扣押了伊朗的武器。可想而知，美国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并且这次询问船员后，美国竟然还自命不凡地表示，自己在确认这艘船仍然有行驶能力后，把该船的船员释放了，并且还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和水。说实话，从公布的消息来看，这批武器数量十分多，光是突击步枪就至少有3000支，摆在军舰甲板上密密麻麻的，密集恐惧症都出来了。而且还有不少的反坦克导弹、狙击步枪、PKM 机枪和火箭筒。这批武器全部加起来，至少可以装备一支小型军队。就这样一大批武器，就这么被美军强抢了。中东常年战争不断，所以在这里武器是非常畅销的。有网友就表示，美国这么强抢以后，再回头转手一卖，既赚了钱，还打击了对手，还真是无本的买卖。说实话，美国这么多年在国际海域上横行霸道，不仅让笔者就联想到在3月下旬的时候，美军在南海强行拦截中国渔船的事，不仅强行非法登船，还把渔船上的收获全部抢走。当时美军强行拦截中国渔船的位置，也确实是在中国的经济专属区。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军都敢直接强抢中国渔船，说他一声强盗完全不冤。美国常年标榜自由航行，却时常对他人航行指手画脚，还说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卫士。在笔者看来，美国从最开始立国就是强抢他人的地盘，所以永远都学不会尊重他人，毕竟骨子里就是强盗。5月10号，美国又遭遇网络攻击。当地时间5月9号，美国最大的成品燃油管道运营商其工业控制系统遭遇了网络袭击，还涉及勒索软件，为此被迫关闭美国东部沿海各州的关键燃油网络。据报道称，目前关闭的运输管道大约有5500英里，将会造成整个美国东海海岸近一半以上的燃油供应不足问题。为此，拜登发布紧急声明，美国全部17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全部区域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这次的危机。这不是美国第一次遭遇网络袭击，美国可时不时就要说一回遭遇了中俄的网络攻击。所以在如今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就有网友表示，这回又是中俄中的谁来为美国背锅呢？据悉，这次攻击的勒索软件是一种通过加密数据使网络瘫痪锁定的计算机系统，并且在这以后，这次黑客要求有大笔赎金，但是目前遭遇攻击的 Colonial 公司并没有透露黑客的要求，也没有对外公开说明黑客的身份。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这次的犯罪团伙是近些年名声大噪的黑暗面。黑暗面是一个将自己塑造成侠盗罗宾汉形象的网络攻击并且勒索的犯罪团伙，因为他们偷盗后会把一部分钱捐给慈善机构，是一个影响力十分巨大的团队。因为这伙人却从来不会袭击医院、养老院、教育或者政府目标以及前苏联国家的组织。虽然目前 Colonial 公司没有透露究竟是不是黑暗面做的，黑暗面也没有在其网站上宣布这次攻击是他们实施的，所以这件事目前凶手自然还是不知道的，美国方面也正在调查。但是这件事既然牵扯到了黑暗面的身上，那就不得不说，即便凶手另有其人，美国也说不定会将计就计，把罪名安到黑暗面身上呢。毕竟这个犯罪团伙再多一个罪名也不多，还有那么恰到好处的，似乎和前苏联国家有些牵扯不清。对美国来说，既然已经遭遇了袭击，那么把这个袭击利用起来，无疑是给俄罗斯安罪名的好机会。说实话，
美国这样随便给别人安罪名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甚至印度此前碰瓷中国的时候，都和美国有样学样的说自己停电是遭遇了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这回如果没有黑暗面这回事，还真说不定中俄中的谁会背锅呢。众所周知，昔日有着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如今却成为了美国的小弟，紧随美国的步伐，在恶华这件事上表现得尤为积极。近段时间，英国还在政府网站上高调宣称，将在本月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前往南海来配合美军遏制中国的行动。为此，英国还特地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借了10架 F-35B 战斗机，加上英国自己的8架 F-35战斗机，组成了一支隐身舰载机队，并且根据英媒报道称，此次出动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是一支号称20-30年来英国派出的最大规模海上和空中力量的英国军舰和军机编队。其中不仅包括了英国皇家海军目前最大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还有6艘皇家海军战舰、1艘搭载战斧巡航导弹的潜艇，以及14架舰载直升飞机和一个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连队。另外，美国还派出了1艘沙利文号驱逐舰，加入了英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可以说，这次英国来势汹汹，摆出了一副要向世界证明英国没有倒退的架势。然而，就在英军航母打击群逼近南海的时候，英国的后院却燃起了熊熊大火。据英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称，一直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并取得历史性的第4次连任。同时，苏格兰首席部长兼党领袖斯特金也表示，将会在合适的时候推动苏格兰进行第2次独立公投。对此，有专家分析认为，如果苏格兰一旦通过公投脱英成功，那么早就想与英国一拍两散的北爱尔兰和威尔士肯定也会趁机发难，届时英国可能会走向4分5裂的局面，而现任首相的约翰逊也将成为英国的千古罪人。最后我们想说，英国遭遇现在的这种局面，完全就是自作自受，在国内尖锐矛盾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还一味地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甚至不惜大动干戈，不远万里地跑到南海来耀武扬威。难道真的还把自己当作100年前称霸全球的那个日不落帝国吗？现在英国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矛盾，而不是处处与中国作对，否则最后英国可能真的要成为历史，更改国名了。放眼全球，在航天领域，目前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处于领先地位，西方国家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可是某些西方国家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又开始大肆渲染中国残骸威胁论。据报道，近日不少西方媒体都开始关注中国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还不约而同开始对火箭残骸的安全性炒作，一时间引发多方面关注。据了解，长征5号 B 遥2运载火箭于4月29号发射升空，并成功将空间站天河航行舱送入预定轨道。在此期间，中方一直在紧密关注火箭的状况。其次，基于长征5号 B 遥2运载火箭的特殊设计，大部分部件都会在载入过程中烧毁，因此火箭残骸能对地面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微乎其微。对此，也有不少西方专业人士澄清，火箭的大部分残骸会在下落过程中烧毁，即便有未烧毁的一小部分，根据测算也只会落在无人区或海洋，根本不会对任何国家造成威胁。很显然，这是西方媒体赤裸裸地朝中国泼脏水，堂而皇之地污蔑中国，硬要说威胁到国家安全，可是西方国家政府和军方却未将此事放在心上，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美国防长劳埃德·奥斯汀也表示称，美国虽然也在关注中国长征5号 B 火箭的残骸，但现在就断定残骸威胁还为时过早，就连美国国防部都不能下定论，不知道西方媒体是哪来的自信，一口咬定残骸威胁的。退1万步来讲，即使会有一小部分火箭残骸未能烧毁落入城市区域，对于中国而言，提前将其击落也不是什么难事。再加上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火箭情况，一旦真的发生这种小概率事件，中国对其及时做出应对也无可厚非。在多重严密的保险措施下，残骸威胁论也就不攻自破。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在航天领域也有着世界领先的经验，处理火箭残骸对中国来说更是驾轻就熟。西方国家想在这上面做文章来抵制中国发展，就是痴心妄想。与其有时间去渲染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不如敦促本国加快发展。相比自私自利的西方国家，中国在航天领域造福了世界，积极帮助其他国家航天技术，就是西方国家所做不到的。奉劝西方国家不要逆势而行，只有全人类一起协同发展，世界才能真正的繁荣昌盛。